OK，久等了各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模型是由大曼酱的合集重构出品的白龙骑士加拉哈德。这一款模型呢，我是已经全部做过了喷涂，并且带去了一趟模型展。在很多 UP 主已经到手测评过的情况下，现在我就提一下我对这款模型的感受。首先我是第一次好好的去玩一款拼装的机鸟啊，当然拼装手感的话，在它的手部，像腿部、手部这个环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偏紧了一点，但整体看起来的话，效果还是很好的，特别是这个，我觉得大腿的这个肉感是非常强烈的。同时，在这种2个光翼，包括腿上也是有这种光翼，包括2个素体、2份装甲，并且在这个价格之上，它的这个量是让我非常满足的。同时是给了4个头雕啊。头雕这边的话，它原本的我是没怎么去用，因为我自己这一边我是做了一个可动眼。前上面找的一个大佬，然后用这种并没有贴水贴的眼型啊，把他的眼睛进行开孔，再进行操作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造型上面是非常好看的，并且这个眼睛也太水润了。这边眼睛的眼型和它的一个外面的水贴，我用到的是崩铁的鎏银，因为我感觉它发饰啊这方面都和鎏银的气质还是比较像的。除了这一身装扮，然后在喷涂方面的话，我是在它这个翅膀上得到了这种灵感，这种五彩缤纷，并且有点金碧辉煌的感觉啊，所以我是用了一个珠光白加上一个钛金色。它身上本身有金色的零件，我是没动的，像这种环的这种小地方，我是进行了一个钛金色的喷涂。那身上大部分基本都是用到了一个珠光色，头发的话是做了一个哑光，本来想是在头发边上喷一点小金边，有一点渐变的感觉，但是后来取消了，因为我怕它太繁杂了。像原本的话，它的胸口和它的这个丝袜，它其实是一种咖啡色，这个模型身体的体型和身材是非常好的。如果是按照那个情况度过下来的话，包括它这个装甲形态，如果是全黑的话，它看起来是并没有突出它的身材，看起来就是黑黑的一坨，让我觉得它不够立体。并且在胸口，看过我之前发模型展视频的朋友应该看过，它的胸口之前是一个全金色。我是为了让它在体型中表现出一个有胸的样子，但很多的小伙伴都评论惊雷，所以我现在根据评论区的一个小伙伴的一个建议，然后把它喷涂成了这个样子。它金色的地方我是没有改变的，大家看这个地方是它预喷涂的一个呈现件，其他的钛金色的地方就进行了一个喷涂，在其余的白色部分就用到了一个非常亮的珠光白的感觉，让它这身装甲看起来又不是很素，总体看下来是要营造出一种那种宇宙骑士的感觉，就比较偏题了，不像白龙骑士或者是其他样子。包括翅膀的颜色，原本的黑色几乎都被我取消完了。都用了金色或者是白色去代替，加上这个翅膀，我觉得这个颜色配上这个翅膀是非常适合的，并且它附赠这2种翅膀可以看出的一个差别就是左边的相当华丽，看起来零零散散，但右边的立体感又更强。因为光线比较交杂，所以左边看起来是更正常散开的光翼，而右边的话更像一块一块的水晶结合起来的样子。这边的话，我个人是选取左边这个样子。如果后期才有多的模型的话，可能会喷出一个白龙骑士，可能会喷出一个黑龙骑士吧。配件的话，它是给了5对啊，这里有个放松手，有握持手，有拳头手，有开掌手和一个笔叶的手型。这边手型的话，我个人觉得是5对，是刚好的。这一套呢是改进过的侧屏件，这个地方给出了2版，并且有2个相同的刘海。要说一下缺点的话，这里先提一下缺点啊。除此之外，我觉得几乎都是优点，那就是这个小零件，就是分布在它的胸口2边这个地方，基本不小心一动，它就很容易掉。一动就掉下来了，所以我并没有把它装载，或者后期如果有条件的话会502进行粘连。而且在它的腰部这个位置，腰部边上的护甲，当我在没有上这一块，大家看这里有个装连到腰上的，当我没上这个护甲，直接把这个零件给装上去的时候，它的腿部的可动就会大幅的提升。但是只说不是很稳，有条件的话可以放点蓝丁胶进行装载进去。在可玩性方面的话，可能还是得看一下这个单独的素体。这个素体我觉得它的可动是非常好的，因为最近的话我玩过最好的可动模型是什么呢？是沃之可家的兔女郎。在它那个上面我就得到了一个观念，如果想做出大幅度的动作，那你就得不要去考虑关节穿帮的问题。那这款模型的话，它在关节穿帮方面也是做得相当好了，并且做出了一个拉伸。
这种拉伸只有在我拼装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它的这个拉伸是有多强。但是得提一下的就是它的这个大腿和小腿这个曲肘关节这个位置，它的贴合度不是非常高，就是它甚至腿都打不到屁股。像这种样子的话，如果要做一些非常柔软的动作，适合女性动作，这个比较靠娘。像这种很简单的一个屈腿或者两手往后抱这个样子，它是能做到的，但是你要找到特定的角度，或者往上抬一下，找到特定的角度去对它进行拍照，并且在看到改进说明后说是腰部这个地方，它是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可动，像前后这个地方，甚至能把胸部以下这一块骨头它的曲线给体现出来的。左右的话是非常轻微的一个腰部可动，前后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而它的脖子处的话，基本的可动是来自于这个位置，它脖子上方是没有多余可动，只能起到一个旋转。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还是那句话，第一次玩拼装机娘，在这些可动结构上可能会和 SHF 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进行判断。如果有说的不足或者没说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交流学习。是要提一下的东西，就是我这个喷涂的时候，其实我是用的板喷，就意味着什么？我在做下来过后，发现有的地方它用的隐藏水口用的非常的好，但是有的地方它的隐藏水口基本就是没有。你看这个地方我去下的时候，它是只有个联动关节，但是在里面大家看这个地方有个水口，我当时板喷了，修下来了，我没有管水口，又继续往上喷了，它效果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没喷的话，当然这就是一块黑。好，现在我又不小心把它这个侧面给弄下来，因为我这个地方装的不够紧，我是不喜欢它这个地方的裙架的。我可能一会儿我自己玩的话，会把边上这个裙架给去掉，然后把这个小裙架给装上去。虽然在剑这个位置的话，它这把剑我是完全没去动过的，它拿出来就是鱼涂装，并且涂装还是比较细的，没有值得我需要去改的地方。但是我要提一下，就是这把剑它的背面，在这个位置会有个非常明显的水口，这个地方如果就是要不就把它修了，要不就把它重涂。总体来说，这把剑它的做工或者它的漆面都还是很不错的。模型身上的话会有些蓝宝石的点缀，比如说它的头饰、它的肩胛、它的臂甲，或者是腰上的这个裙甲，包括小腿甲，每个小腿甲两边白龙模式和骑士模式都会有这个金石的展现，甚至连翅膀上面也是有这个金石的展现。但是要提一点的东西就是这个金石的安装方式，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这个装给去掉，然后直接粘502。那个里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深的颜色的渐变。像这个地方它是个十字，如果你把里面填掉，然后把这个蓝色键单独插进去，看起来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平面的蓝色。这里提到一个把玩的问题，它没办法在骑士形态下进行全装备的光移，就是说它的腿部的这个光移只能在白龙形态下的这个腿部关节上进行装载。但是白龙形态下如果加了这个小东西的话，它就没办法有接地性，它必须用支架。这个是比较尴尬的东西，并且它的手的替换键，会发现左边是爪子，右边是手，它又给出了一个可以装载手的一个小装，但是它没有给出你相同的手部的关节，就是黑色的这一块，里面黑色这一块，如果要替换它这个手，你得把这个关节给拔下来，但这个东西很容易丢，我就丢过，然后不经意间找到了。另外的话，在把玩方面就没有多大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个人对这个白龙骑士的一个看法。另外这2块披风的话，作为它的后面的一个装饰，我觉得还不错，但如果是一块的话，肯定效果会更好，因为2片的话中间有个大缝，并且这个里面埋了铁丝，怎么说，细心并且很有创新。那这个的话就是我对这一款白龙骑士加拉哈德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涂装建议。如果大家有新的一些配色或者什么想法，都可以给我提，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或以后的节目里，在每当得到一款新模型的时候，我都会进行喷涂，再做测评，因为我得货的速度不是非常的快，如果都是一清一色给大家做测评的话，这个东西就非常尴尬了。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3连，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提出。好，谢谢大家，我是欧奇妙，我们下期再见。